最近 Sophia 收到一位女孩的留言，讓人很揪心。她30岁，长相清秀，无房无車，未婚未育。2年前從大城市回到出生地，在小縣城一家國企裡領着3500元的工資。她說，因為收入低，各種生活開銷讓她有點扛不住了。這段時間住在表哥空置的新房裡，雖然不用花錢了，但總有一種寄人籬下的感覺。她說她很渴望愛，重婚後的父母也有介紹男朋友，但她總覺得沒感覺，她一直遇不到自己喜歡的，感覺這輩子也就這樣了。我知道在現實中有很多人在生活中被這種無力感包圍，這不全是他們的錯。當經濟下行，崗位減少，薪水降低，普通人想要維持一份體面的生活真的太難了。這位女孩提到她情感很旺盛，談戀愛會很黏人，但在 Sophia 看來，這恰恰是最危險的地方。當一個人的生活沒有重心，連一個屬於自己的物理空間、租房都支撐不起時，愛就會变成他最後的救命稻草。但越是飢渴的靈魂，越容易遇到獵人，而不是愛人，因為你的粘人本質上是在索取，而正常的愛永遠是2個豐盈靈魂的互換。我們必須承認，大環境很難，但越是難，我們越要學會精準止損。住在親戚家雖然省錢，但長期對自尊和元氣的消耗非常大。寧可租一個簡陋但屬於自己的小房間，也比一直寄人籬下好。先穩住生存，再慢慢往上走。Sophia 想對這位女孩，也對正處於低谷的朋友們說3句話。第一，停止預設失敗，不要認為自己這輩子就這樣了。30歲還很年輕，還有無數好的可能性在等着探索。第二，戒掉等待拯救的幻想，主動在行動中吸引同頻的人。不要再坐在原地苦苦等待那個對的人降臨來拯救你的命運。你要明白，高質量的男性尋找的是能夠並肩作戰的隊友，而非額外的情感負擔。他們更傾向於選擇那些獨立且有能力共同支撐家庭的女性。與其把粘人的精力消耗在索取情緒價值上，不如用來去黏住一個賺錢的技能。哪怕每個月只多賺300-500元，那也會讓你在改變命運的行動中散發出獨特的魅力，從而吸引到同樣優秀同頻的人。第三，把命運牢牢掌控在自己手裡，不要把自己的命運寄托在未来那個渴望出現的人身上。如果你把自己的命運掛靠在別人身上，往往會導致不幸的結果，因為你越渴望它出現，越容易掉進騙子的陷阱。主動跨出舒適區，主動尋求改變，努力學習，展開行動，讓自己的收入提升起來，你才有掌控自己命運的底氣。生活很苦，但你頑強面對人生的姿態可以很甜。我是 Sophia， 如果你覺得這期視頻對你有觸動，請按讚訂閱，願我們大家都能在人生中找到自己的幸福。我們下期視頻見。